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加拿大的邻居美国的经济和房产市场情况。2020年，美国政府赤字为 3.3 万亿美元，是上一年赤字的3倍多，约占美国 GDP 的 15.8%。去年12月，美国劳动力市场失去了14万个工作，这是自去年疫情大流行以来的首次就业下降。最近，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工人人数达到了近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，反映出因为冬季冠状病毒病例激增而导致的裁员增加。美国劳工部今天表示，上周失业申请救济的人上升了18万1000人，达到总数 96.5 万人，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，并使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8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，这也大大超过了最近几个月每周约80万人的平均水平。和加拿大一样，由于高失业率、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租房市场。美联储的报告称，在纽约市的带动下，住宅租赁市场持续疲软。据报道，曼哈顿皇后区的租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0% 以上，布鲁克林的租金下降了 8%。纽约市的出租空置率处于10年来的最高水平。一项新的调查显示，纽约市公寓房客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，因拖欠租金而欠下的债务超过10亿美元。该调查衡量了疫情引发的租金危机的严重程度。这项调查约占纽约全市出租公寓的一半。居住在这些公寓中多达18万5千个家庭，他们的租金欠款在2个月以上，平均欠款超过6000元。这意味着纽约市房客所承担的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0亿美元。美国和加拿大一样，低利率引发了疫情爆发期间的买房热潮。随着房价迅速上涨和房源越来越稀少，美国已经陷入了负担能力危机。今天的消息，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到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房地美今天声称，为期30年的固定贷款利率平均水平达到了 2.79%， 高于上周的 2.65%，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还有一个消息是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跃升，该收益率自去年3月以来首次上升到 1% 以上。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在声明中说，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，正在向抵押贷款利率施加压力。自7月份以来，抵押贷款利率一直低于 3%。较高的贷款成本可能会威胁住房市场的反弹。随着房源库存减少，利率上升，市场上缺乏负担得起的房地产可能会减缓房产市场销售。很多专家认为，借款成本上升到 3% 以上，就会严重影响美国人的买房积极性。今年抵押贷款利率有望适度上升，这可能威胁美国房产市场的涨势。一位抵押贷款公司副总裁表示，房价一直在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，由于收入增长没有那么快，这种情况难以为继。目前，低利率可以帮助人们抵消高的房产价格，但是如果低利率一旦停止，就会失去这种抵消，大大削弱美国人的房产承受能力。纽约长岛一直是炙手可热的地区，现在有迹象表明，他们的房产市场正在降温。豪斯价格指数显示，上周房产要价下跌了 2.4%， 这是美国100个大都市区中最大的年度跌幅。根据凯投宏观房地产经济学家马修的说法，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可能已经明显放缓。虽然购房贷款申请较上个月增长了近 25%， 但动力已经从去年11月下旬的峰值大大放缓。疫情大流行初期的需求激增已经消耗殆尽，接下来创纪录的低库存将进一步阻止一些潜在买家。从以上的资讯可以看得出来，美国的房产市场即将进入拐点，相信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拐点也并不遥远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相关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